粉丝寄来一台迷你手机，要我测评一下，再改个散热，那绝对满足他的愿望。这手机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干啥都行，甚至玩王者、PSP 游戏什么的也都可以。看剧小说更不在话下。手机自带点第一个处理器联发科 G81，性能很弱，主流应用比较卡。第二点，3000毫安时电池，续航甚至还不错。第三点，540P的4寸屏幕也还行了，看着不糊。这手机是蓝湖 NX1，开箱首先是个粉色蓝湖金属名牌，质感挺不错，沉甸甸的，2次元的一个形象。手机盒子这个样子挺有科技感，向上打开还挺有仪式感。配件5伏2安的充电器，很长的说明书，编织材质的数据线质感不错，耳机转接头质感不错的卡针，边缘都是圆滑的，带疏油层的钢化膜。手机本体非常的小巧 mini， 开箱就这样。粉丝要我改散热，所以第一步拆机，关机后取出卡托，卡托位右下角，金属加塑料材质，双卡或者单卡加内存卡。拆机片配合酒精加吸盘，再配合吹风机加热就可打开后盖。后盖为 AG 磨砂玻璃，质感非常好，反面并没有散热贴什么的，金属的镜头框。手机并不是3段式结构，只有4颗螺丝固定盖板，电池并没有固定方式，撬下就出来了。窒息的是焊在主板上的，电池下面全是主板，维修性基本没有，还是有一片石墨导热贴，下面是 G81处理器，换个密度更大的导热垫，再贴层铜箔均热，边框用导热垫填充一下，通过铜箔导热到边框，几点导热粘胶，电池也要散热，最后边框再填充一下，开机测试一下功能，最后电池涂上硅脂就合上后盖，效果肯定有的，边框变热了，电池也能很好的散热。回到手机，颜值最高的白色，磨砂玻璃后盖，丝滑质感好，光线折射下显得很精致。单摄加闪光灯还是有点小凸起，边框很厚，因为要塞大电池和主板，肯定是塑料边框，但质感还行，柔滑过渡加迷你机身，手感挺不错，便携性绝对是拉满的。顶部红外发热器能当遥控器，右侧电源键卡槽有点松动，底部麦克风 2.0 Type C， 右侧音量键不松动。原装106克，改散热贴了钢化膜110克，也是十分的轻便，不坠裤兜。边框颜值方面，白色看起来还可以，要黑色的话就有点廉价了，下巴肯定是有点宽的。顶部药丸有光线和距离传感器，4寸的540P 屏幕，60赫兹，小屏幕不上高刷能理解，毕竟感知不强，并没有色彩色温的设置。药丸斜视有点漏光，挺突兀的。手动最大亮度600多，很不错，但上面的亮度直降100，亮度均匀性有点差，好像并没有激发亮度。太阳下这亮度够了。像素点1:1的RGB 排列，就算是540P 屏幕看着也不糊，看剧什么的也挺清晰。LCD 屏斜视只会变暗，即使听筒也是扬声器，效果很一般。2100万的索尼230摄像头，变焦反应有点慢，效果还可以了，比那些百元机好太多。视频支持 1080P 30帧，清晰度还可以，这摄像头绝对能用。系统差不多也是原生系统，除了电源键能设置双击快捷键，其他完全没啥功能。好在是安卓系统，可以自己折腾一下。3000电池续航还行，但5伏2安的充电要1小时，感觉这手机最大缺点就是性能了，8核还不如现在1个核。要是换个虎贲 T760都比这个好不少。中性200-300手机都是那个处理器，人家还能5G 全网通，我建议换国产的虎贲，别再用什么联发科了，但性能还是比骁龙660强一点，模拟器啥的游戏玩起来没有问题。直接王者60帧的最低画质，更激烈的无限乱斗操作有点不便，毕竟屏幕小了，大拇指都能占半边，看起来还是有点稀奇的。16分钟耗电5%，满电理论上能玩5小时多，续航还可以呢。正面40度，后盖39，改了散热，边框也有了热量38，反正打游戏建议加个小风扇吹手，肯定卡的不行啊，掉帧严重。处理器上用2个大核跑满了，频率一条线完全不降频，功耗2.34瓦不高。总结外观精致，副歌的小玩具，价格并不便宜呢，要好几大百。外观再精致，性能还是比较羸弱呀。现在软件个个都是3A 大作，像流畅的当主力机，我建议是别想了。200-300的手机都是虎贲 T760，要是换了那个，性能强不少，还是5G 全网通，总比这个4G 的 G81好很多吧。当然这些小手机都很贵，没啥好说的。预算充足的还是可以入手，当个赛博电子核桃，没事就上手把玩一下。这期视频就这样，谢谢各位观众老友收看，拜拜。